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卖股票的经验呢？如果有，你有研究过为什么你能赚到钱吗？是因为选择股票的方法对呢，还是因为买入卖出的时机对呢？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买卖系统吗？简单来说，你是根据什么规则或标准来决定你投钱进去一只股票呢？以上的这些问题，如果你都没有思考过的话，我很肯定的告诉你，你长期来说一定是亏钱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散户，而不是一个专业的投资者。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和正确的投资理念，即便遇到了大牛市，买到了大牛股，也不会获得理想收益，甚至出现小牛市大赔钱、大牛市小赔钱的尴尬局面。在2020年中开始启动的大牛市中，当道琼斯指数大涨到3万多点时，依然有众多的投资者被套赔钱，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写照。至于在熊市当中，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投资系统，赔钱是唯一的结果。投资系统决定投资的成败，无数的事实证明，中小投资者之所以总是赔钱，不是因为买卖点掌握的不好，主要还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投资系统。尤其是绝大部分的投资者，普遍存在着涨也害怕，跌也害怕，甚至跌的股票一味持有，涨的股票稍微有点盈利就卖出，其结果肯定是赚小钱赔大钱。同时，大家普遍存在着不敢追涨、不敢买大盘股、不敢买高价股的传统选股理念，与战胜的股票市场格局格格不入，根本无法在新的市场环境下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因此，面对一个战胜的股票市场，我们必须要改变传统的中小投资者固有的理念，以一个机构投资者的角度、心态、理念来进行投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巨大的收益，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今天我将会把我趋势投机的交易系统和原则免费并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当中你错过其中任何一个思想，就算你把前面的东西都融会贯通，但你都有可能前功尽废。但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资本家、有钱人的。如果你想免费的获得这方面的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也希望大家可以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有缘人获得祝福。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那第一件事，我们趋势投机就要找到股市里面那小部分的牛股，并且只做牛股，比如2020年的 Tesla、Zoom、拼多多等等，他们的涨幅和上涨的时间都让人瞠目结舌。牛股是一波或一轮大牛市的标志，也是牛市的代表，更是超级资金介入的核心品种。因此，每波牛市中涨幅最大的、涨势最猛的、上涨时间最长的就是牛股。那该怎么判断什么是牛股呢？接下来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地方了，大家仔细听，大道至简。所谓的牛股就是能领先大盘的股票。那我们找牛股的时候，自然就要去跟大盘做对比。我拿今年疫情期间大崩盘的时候做例子，大家就懂了。我们可以看见这图是美股 Zoom 的走势图，上面这条橙色的线是美国道琼斯指数的走势。在2月到3月，美股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大家都恐慌性卖掉股票，造成大崩盘的时候， Zoom 这只股票率先从底部突破上去了。大家可以看见 Zoom 这只股票啊，从突破了绿色这条压力线以后，就一直上涨，从横盘的阶段形成了一个新的上升通道。在3月23号这天，大盘见底，越跌越深的时候， Zoom 这只股票却突破了历史新高，随后做了回调，但完全没有跌穿这条上升的通道，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到6月2号的这天，更突破了上升的通道，形成了一个新的上升通道。在接下来的4个月，出现了一个暴涨的走势。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影片，能在刚突破压力线大概105块美金的时候买进这只股票，你的资金就会在8个月的时间里迅速翻了6倍。再举个例子，这只是大家都认识的 Tesla，
这只股票告诉我们，牛股不一定要在大盘下跌的时候，它能独善其身才叫牛股，只要能领先大盘的就是牛股了。在3月8号这天 Tesla 就已经见底了，然后 Tesla 就花了1到2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反弹到下跌之前的高位了。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大盘才修复到一半的位置，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确定这只股票是领先大盘了。我也在这个时候开始留意这只股票，并且观察到这只股票出现了一个类似带病背装的形态，这个形态是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大牛股的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形态。大家有兴趣了解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如果反应热烈，我会在以后找个机会详细和免费的说一下。话说回来，当我发现这个形态以后，我就去找了一个压力位，就是绿色的这条线，只要股价突破了这条压力线，突破了166块的价格，我就买入。而在6月1号这天 ，Tesla 的股价配合成交量跳空上涨，我就在开盘的时候马上建仓，然后把停损点设置在当初绿色的这条线和红色的这条线。如果股价掉头回到166块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的先卖出一部分的仓位，因为这代表了我可能看错了方向，我会马上砍到一部分的仓位，以免亏损放大。但我却不会把全部的仓位完全的卖掉，因为有可能是大户洗盘，搞个假突破什么的，可能马上就会涨回去了，所以我会给这只股票一个机会。我又设置了另一个止损点，就是红色的这条线，大概157块左右。如果跌破这条线，我就会全部卖掉，但只要不跌破，我就不理它。果不其然， Tesla 马上掉头涨回去了。在之后的时间里， Tesla 这只股票就从未跌破我红色的这条止损线，并且一直上涨。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都知道后来的涨幅有多夸张了，我就不多说了。但这里我想表达的是，所谓的牛股指的是步入了上升通道，刚刚突破了一个重要高点的股票。只有选择这类牛股进行投资，才能获得巨大的收益，起码不会赔钱。选择牛股就是选择了牛市。大家要明白一个概念，牛股是实力较大的资金所为的，选择牛股就等于与大资金为伍，自然就会获得巨大的收益。选择没有大资金关注的反复探底或长期震荡的股票，不但不会获得较大的收益，还会赔钱。即便在大牛市当中，不会选择牛股，不敢买入牛股，一样会赔钱。不管是熊市还是牛市，一样有大涨，一样有翻倍的牛股。大盘指数可以走熊，但绝对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走熊。如果我们只做牛股，专做牛股的话，就等于彻底告别了熊市，彻底远离了风险，成功是自然的事情。第二，在找牛股之前，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开始留意和找到市场里面的龙头行业和板块，其实就是跟招聘一样的原理。如果我们是一家公司，要到大学里面招聘，那我们要招一些什么样的员工呢？就是那些成绩和专业比较领先的人啊。为什么要选他们？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啊。为了达到最大的效益，我们也只能招发展潜力最大的人了。那怎么从茫茫人海当中找到这些人呢？很简单啦，直接看他们的成绩和专业就好了。虽然这些不代表一切，还要看一个人的性格和品性。但性格和品性是需要通过接触才能发掘到的，而我们招聘第一步能做的就是通过数据来筛走一些人，去缩减我们选人的范围。一个学生如果连学业都不能做好，他是一个好员工的几率就不高了。同样在股票市场里，如果一只股票是落后大盘的，就算它公司的潜力无限，我们也不敢选，对吗？我这个趋势投资的门派是顺势而为的，这就跟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不谋而合。当我们力量不够的时候，就要去借力。在股票市场里面，力量最大的能推动股价上涨的就是那些大户，就是那些机构投资者。所以他们看中的板块和行业，比如科技板块、新能源板块、环保板块等等，又或者医疗行业、信息行业、金融行业等等，我们都要留意。这方面我们可以多留意新闻，比
比如2020年疫情期间，一些医药类板块和通信行业就被很多大户看好，因为全世界都对疫苗有一个很大的需求，而且很多公司都要在家工作。网络通讯行业被逼要成为将来发展的大趋势，因为人类上班和沟通的习惯透过这次疫情而改变了，也是我上面提到了 Zoom 这家公司大涨的原因。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触觉，就好像我们招聘，其实一看履历就大概知道这个人的背景和发展潜力了，我们是有触觉的。就算大家没有触觉，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那些有触觉的人是怎么做的。比如我之前的影片也一直提到对我创业和做人影响很深的李嘉诚先生，我一直观察他这个人的动向，留意他的新闻，也留意他投资了这家公司，所以我才开始去观察这家公司的走势图，然后透过自己的判断去找出一个买卖时机。我们投机的人就是要做到这么细，因为投机跟赌博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做好功课，找到一些大户买卖的蛛丝马迹，这样就能尽量提升我们赌赢的几率。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透过趋势投机的一买一卖来赚钱的话，也要做到我以上的这些，不然你也只能算个业余的，不能算专业。但这也是小事，大事是业余的人通常都是亏钱的人，因为业余的人都是凭感觉去买卖股票的，没有一个标准和系统去交易。如果大家想要从业余走向专业，就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去提升自己在股票交易上的知识。这边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举办的长金额读书会，这一年内我会跟一些专业的主播每周2天15分钟左右，用音频的方式为大家解读100本精心挑选的好书，这些都是学校不会教你的知识，你自己去看书的话也不一定会看懂。而且毫不夸张的讲，有些人就是因为其中的1-2本书而改变了命运，买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子，开设了自己的公司，透过投资不断的钱生钱，还有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等等。而第二就是最重要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这是我们价值的所在，群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以成为企业家和专业投资者为前提的，我也在里面跟大家一起交换赚钱和投资的情报，互相提供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富人圈子，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跟你志同道合的，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的认识，在华山论剑，进行思想上最高层次的交流。如果你们有兴趣提升自己的话，可以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也可以用微信扫描荧幕的2维码加入我的读书会吧。话说回来，能买入上述龙头行业和板块的投资者却很少，真正一路持有的投资者就更少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所以在实际投资中，我们要做好准备，要敢于买入这些龙头行业和板块当中的股票，要敢于持有它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跑赢大盘，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容易，可惜的是很多投资者不知道如何选到它们，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买入，其结果自然是错失极其难得珍贵的暴富机会。得龙头者得富贵，切记选股的重中之重就是选择龙头行业和板块。第三，我们宁买现在不买未来。股市里面有句名言叫做买股票看好的是未来，意思是买入一只股票就是为了期望这家公司出现高成长。如果从机构或长期投资的角度看，这句话没有错，道理很正确，但如果从中小投资者的角度看，这句话实在害人匪浅。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未来的事情谁能说清楚，其次是普通的中小投资者如何知道一家公司未来能够高成长呢？再来就大家那点资金值得放几年10几年去等待一个未知数吗？因此最重要的是，对于已经涨起来的股票，我们为什么不去买，反而要去买一只未来可能上涨的股票呢？典型的舍近求远。所以说我们宁可买现在正在上涨的股票，也绝对不要去买未来可能上涨的股票。把握今天要比赌明天更重要。遗憾的是，大家总不敢买上涨的股票，总喜欢去买那些没有上涨的股票，其结果总是放过牛股，扮演只赚指数不赚钱的悲剧角色。切记，买现在涨的，绝对不买未来可能上涨的。第四，趋势第一，其他次要。很多中小投资者在决定买卖什么样的股票时，总是犯4种致命的错误：要么是说某只股票涨得太多了，不能买了；要么是某只股票价格太高了，不能买了；要么是某只股票盘子太大了，不好涨起来；要么是某只股票业绩太差了，不能涨多少的。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股票
涨了还会再涨，不要因为已经涨了就不买。要知道好股票就是一直涨，价格高了不敢买了，典型的散户心理，高了还有更高。正是因为这只股票好，它才会出现高价位。不好的股票便宜，但没有大资金买，你买它做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图价格便宜才去买股票吗？盘子大不容易涨，典型的自作多情心理。是的，盘子大的股票一般资金做不起来，我们散户更做不起来。但你要明白，这大盘子的股票不是让我们做起来的，这个市场超级主力有的是，我们不用担心大盘子的股票起不来，业绩差可以变好啊。现在的龙头股绝大部分都是当年的垃圾股，比如苹果公司，当年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股价长期停留在2-3块左右。2020年不是一样涨到100多块吗？我们买的是股票的趋势，不是股票的价位、盘子、业绩，只要是上涨趋势，除了持有就是买入，别的因素不要太计较、太在意。其实不但投机要跟随趋势，其实做人和做生意也要跟随趋势。很多人问我没钱的话怎么投资，老实说，没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借啊。但我完全不建议问这种问题的人去借钱，因为你没钱就代表你没有太多金钱交易的实战经验，也就代表你是一个新手。如果是一个新手去借钱投资，就跟不会游泳的人跳进大海玩一样。所以对于没有太多资本的新手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想办法赚到第一桶金再说。而目前大家都知道，当今这个时代赚钱的大趋势就是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当中，自媒体是门槛最低、赚钱没有上限的行业，是一个基本上只要努力，每个人都能赚钱的行业。就连很多几岁的小朋友在 YouTube 拍玩乐的影片都能赚1-2个亿。但有的人就会问，如果真的这么容易，每个人都能赚到钱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赚到钱，至少问这个问题的人不能，因为问这个问题的人本身就不相信，也不愿意去尝试。他们对 YouTube 创业只有片面的理解，他们认为当 YouTuber 很困难，认为没有我说的那么容易，所以他们就不相信了。其实他们不是不相信我，而是不相信自己。我也懂，毕竟没有接触过。那难道一件新鲜的赚钱方法就和我们无关吗？我当初做 YouTube 的时候也是一无所知啊，那就不能解决吗？其实解决的办法也就很简单啦，去找懂的人教我不就行了吗？我自己就去参加了另一个 YouTuber 小船他的 YouTube 金牌运营课程，我也推荐给大家。这个课程毫不夸张的讲，能够解决到你在 YouTube 上遇到的操作问题，有不懂的也可以在小船的 Facebook 群组发问，他也给了我频道很多的建议。大家先点进去我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免费的网络研讨会，大家可以先免费的试听一下。而如果大家现在报名参加的话，还可以用到链接里我为大家争取的最优惠价格，能节省不少钱呢。自媒体是一个站在风口上的新兴行业，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大趋势，因为是创作行业，也不怕将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也没有地区和语言的局限性，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工作，甚至在旅行的时候也会为你带来被动收入。如果大家想要尽快的累积投资的第一桶金，然后不断的钱生钱，就可以尝试一下我给大家建议的这个方法，你自己也可以思考一下有没有道理。好了，第5，我们的操作要有纪律。有了一个科学正确的投资观念，还必须具备铁的操作纪律，纪律是胜利的根本保证。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义，但遗憾的是，绝大部分的投资者在实际投资的时候常常违反操作纪律，其结果也自然是该赚的赚不到，不该赔的却赔得很惨。就实际情况而言，造成投资者深度套牢的主要原因，不是选股技术水平的问题，而是没有自己的操作纪律，或是不严格按照操作纪律操作。或者说，很多投资者在操作的过程中，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必须买，什么情况下必须卖，什么情况下必须观望。最常见的现象是随波逐流、主观臆断、侥幸心理，最终被套也难以避免了。因此，在科学正确的投资理念指导下，就必须要有自己铁的操作纪律，并且要严格遵守。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告别被套，才能告别亏损。第6，我们要记着，在股票市场里面，信号第一。
所谓信号第一，就是在操作过程中必须要遵守操作纪律和买卖条件。一旦出现买卖信号，绝对不能犹豫和抱有侥幸心态。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很多的投资者在买卖过程中，往往是不遵守信号第一的原则和纪律。最明显的表现是，很多人总是说某某股票如果涨到8块，我就会跟着上涨的趋势去买。可真要这只股票涨到8块了，他又会想再等等吧，他怕这个位置买入会太贵，希望在低一点再买。结果是股价不但没有再跌，反而出现大涨。很多人经常说，一旦我的股票跌破9块，我就立即止损。可真要股价跌破9块了，他却不去止损，反而侥幸的在想等反弹再卖吧。结果呢，股价没有反弹，反而是一路大跌。类似的情况太多了，相信大家都有亲身体会和经历。切记，信号第一，该买就买，该卖就卖，万万不可犹豫。最后给大家一个忠告，切记，操作失误不可怕，怕的是错了不立即纠正，反而一拖再拖，错上加错。好了，希望大家有所领悟，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个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拜。